第一，网传的9分多钟以及杨某某提交法院的16分等事件双方交流及肖同学写下盗窃性过程的录音各等版本都经过剪辑。通过观看当天武大文理图书馆的监控发现，双方开始交流的时间是2023年的7月11号晚20点4分34秒许。大家可以看视频的左上角，张同学离开座位回来后，双方开始交流。而在此之前，杨某有多次回头寻找申某某的嫌疑。我们把视频放大，是1分37秒、1分42秒，起身回头寻找。2分53秒，再次回头。3分19秒，再次回头。4分24秒，回头。双方开始交流。双方在交流过程中，杨某全程处于站着的施压的一个状态，直到20点27分09秒拿到道歉信才坐下。可以看到，全程处于一个站立的状态，叉腰。OK， 直到09秒拿到道歉信才坐下。20点的29分35秒，肖同学开始收拾书包准备离开时才结束交流。总时长大概是25分钟。这此之间双方还是有交流的，所以双方交流对峙的一个时间至少是要有25分钟的。第二，即使是在杨某提供的录音证据为剪辑版本的情况下，法院依然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那么法院对于肖同学写下道歉信的全过程的还原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一下。为了有避免某些群体说我的这个一审判决书进行了这个编辑，然后我们直接在网页上打开这篇一审判决书全文呢，来源于知乎汤康康律师。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过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我们直接看到双方交流的过程。查明如下事实：原告要求被告写道歉，快点！我谁谁谁在图书馆做了什么事情，不认错是不是？这里是公共场合，你不会不知道吧？你现在要求我不要大声，不要回答，我请求你，哀求你，祈求你。原告问：你刚才这样的时候，你觉得我是愿意的吗？不要回答，我真的对不起姐姐。就是如果你刚才跟我说我一定帮你马上删了，我保证这是我错了。被告遂在纸上写道：肖某某的信息，人的信息。被告询问：所以就是说我写你原谅我可以不？原告回复：写2行就要我谅解啊？那你先写。被告继续提到：我拍了你，我很抱歉，我愿意私下解决。我肖某某在图书馆20层自习室拍了姐姐，是我一时冲动犯了错误，侵犯了姐姐的隐私权。原告看到之后说：不要写文绉绉的写什么隐私权啊，具体做什么事情都写好，不止一次。你今天下午都是成年人，你当我傻子是不是？被告说：我下午没有，我下午真的没有。原告说：下午从6点我就开始看了，具体的时间细节需要我给你回忆吗？原告说：不需要。被告继续述写道：下午出现了几次这样的情况，我亏了姐姐，是我的错。这里的几次这样的情况来源于原告杨某向法院提交的一个时间跨度为1小时的5段视频。那第一段为19点04分开始录制，时长大概是12秒。第二段是07分开始录制，17点07分录制，时长是59秒。
第三段是19.09分录制，时长为46秒。第四段是19.29分，它已经有一个不小的一个时间跨度了，时长是59秒。第四段是20点整录制的，时长为1分51秒。也就是说，杨某某把对肖某某胯下偷拍的这样一个视频呢，进行了剪辑，剪成了大概5分钟的这样一个，总共5段的这样一个片段，发给了这个作为这个证据向法院提交啊。这里很多人不要有一个误解啊，就是说他只录了这么一点点视频，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不可能预判到这个肖某到底什么时候去挠痒，所以他大概率是这个有一个相当长的一个录制的时间，然后进行了剪辑，把他认为肖某的一些对他的一些这个他认为的这种动作剪辑下来了。然后我们继续，我愧对姐姐，是我的错误，恳求诚恳的向您道歉。原告看完后说，隐私权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看我东西呢，是我看东西的问题吗？不要说姐姐，咱们能不能换一个人少一点的地方？原告说没关系，你就在这里写，我声音已经够小的了，我坐在这里，我声音小一点，你坐在这儿给我写清楚。被告说，我说一句话是这样，我现在我有点语无伦次，你胆大一点，我这是大一的，我大一就开始努力的讲保研什么的，我的绩点也是全年级比较高的，万一他们要处分我，其他的条件我都愿意接受。原告说，你先写，写完再说。被告继续书写，拍到姐姐的身体部位是我的一时冲动伤害到姐姐，写到姐姐祈求姐姐原谅。被告询问，这样可以吗？如果不行，我再加一点。原告回答，你可没有拍我呢，你拍我什么了？照片拍了吗？手机打开，相册打开。被告回答，没有，这个确实没有。原告说，你没有拍我呀，为什么要写拍我呢？被告说，对，我重写一点好了。被告继续书写，以上删除。我在图书馆2层自习室对姐姐做的下流的事情，让姐姐感到恶心，是我一时冲动犯下错误，是我对姐姐的过错伤了姐姐，希望姐姐原谅我，下次不会再犯。从这儿我们可以明确的发现，杨某某的目的性极强及技术要想让男生写下道歉信。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杨某某对于肖某某辅导员的态度的变化，在写信之前拿告知辅导员家长来进行恐吓，而拿到道歉信之后，肖某某提出要见辅导员的时候选择拒绝以免可能因为辅导员而造成的道歉信的当场作废。写，辅导员的联系方式也写下面。我没有在这个地方公共场所张出来，就已经是私下解决了。你也是学法的，你也知道，我现在要找你要钱是讹你，是敲诈你，我不做这种事情。但我要求狗里的道歉。我不要钱，我要你能有几个钱？我想表达我的歉意。好，那你就写就可以了。这个皮，你别告诉辅导员，别叫我这个工作。不是我害了你，是你自己做这个事情的。我也是学法律的，这是我自己合法的权益。发了朋友圈，我在这个地方待了4年，3年马上4年了。只要我想，我朋友圈立马就可以找到你是谁，可以把视频都发出去的。我已经发善心了，我通过司法解决，我没有扩到网上去。我要求你当你的辅导员，给我一个正式的官方的道歉，是一个很过分的。现在让我现在就去找辅导员，你哪在？你先给我看你的智慧若家，我会私下去找。我今天不跟你一块出去，我会跟你一起出去的。你是觉得说我会加害你？我打不过你。你都可以这样子了，我可以。第二是通过恐吓及，比如说写道歉，快点，这里是公共场合，你不会不知道吧？引诱，我声音小点，你坐在这里给我写清楚，你先写再说的形式，在肖某情绪紧张、思维不清的情况下写下了道歉信。第三，无论是原告、被告以及5大的处分都没有指出因何具体的事由让肖某道歉，而是用需要我帮你回忆吗？这样好几次了吧，不止一次了。今天下午都是成年人，当我傻子是不是？尤其是武汉大学对于肖某的处分。2023年7月11日，肖某在武汉大学文理学部图书馆北门走廊存在不雅行为，有损大学生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学校决定给予肖某记过处分。请问肖某到底是触犯了该校校规的哪一章哪一条给予的记过处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学校对于学生的处分没有依据校规的。最后是肖某对于这个道歉信的解释。其实肖某在录音中祈求杨某饶过自己时也说过，他是单亲家庭，他是妈妈的希望，他想保研等等话。父母的联系方式。
这个确实不一样。这个我妈妈的也有我妈妈她就告诉我别这样。那你先大是不管我。是我的问题吗？不是这个问题是问题了，这样我也再也不管我这个他们一辈人心血，把一辈人心血都在我这，大家。是我逼你的吗？我知道，我这个时候有错在先，我就是喜欢发伤心。其实从这就可以看出什么叫做性格决定命运了。最后网上还有一种临时得病的这样一种谣言。依据判决书，事发时正值夏季，被告母亲也在事发当日中午就委托人购买被告常用的这种治疗适应性皮炎的乳膏，并且提供了这个微信记录，并没有说所谓的这个临时得病，包括被告在2023年1月份的这种托人购买治疗特异性皮炎的乳膏的这样一个微信证明都是有的。最后也是希望那些不了解事情经过的网友不要被谣言蛊惑，成为别人伤害他人的工具。